注意看，杨建平又在擂台上闯了一个大祸，直接掰断了日本拳王的脖子。要不是裁判劝阻的及时，这家伙绝对会死翘翘躺板板。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一向情绪稳定的杨建平会如此暴怒无常？那是因为日本拳王太狂了。本来杨建平就是因为打日本人太狠被禁赛了，被遣返回了国。狂妄的日本拳王上山知晓是真的不怕死，竟然敢追到中国擂台找杨建平的麻烦。既然如此，杨建平也没有不揍的道理。揍小日子之前，先来一首国歌，咱攒劲。加油！长征东方明中东阳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杨建平是如何光速秒杀小日子的。偷袭失败的日本拳王很是狼狈，他根本就不是杨建平的对手，再加上杨建平还很年轻，打起来非常的得心应手。然而上山知晓已经老了，打不动了。40多岁的他不知道是从哪里借来的胆子，竟然敢向被禁赛的杨建平发起挑战，那就让杨建平的技术给他免费上一课。没有见过这样的直接飞腿的。好，杨建平直接进入近门战，主动采取摔法，让上山知晓的缠斗。自从进入到地面缠斗的那一刻起，上山知晓的命运就由不得他说的算了。拿到优势位置的杨建平一点都不慌，持续给上山知晓施加压力的同时，还在不断转换位置。感觉到压力倍增的上山知晓很是无奈，只能奋起反抗来抵制杨建平所带来的压迫感。方法，要不就是战术，爆摔。杨建平又想要小弟十字固了想，你看见没有？这个时候呢，杨建平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把位，起来了，起来了，哇！小断头，断头，又上，有了，还是要上。这个时候看到拿到脖子的杨建平第一时间使出了一招断头台，就算上山知晓再怎么厉害，只要被杨建平拿到了锁技把位，那么等待上山知晓的将只会有深度睡眠。没有，看能不能翻过去。如果说是翻过去，可能就要睡着了。好，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断头成功，断头成功。杨建平赢得非常的干脆利落，没想到上山知晓却非常的不服气，于是便再次向杨建平发起了挑战。然而杨建平根本就没空搭理他。中国农民工拳王阎锡波首当其冲，他并不是别人，而是杨建平的师兄。很快上山知晓和阎锡波就站在了擂台上，黄色短裤是上山知晓，蓝色短裤是阎锡波。阎锡波同样也是出了名的打日本人残忍，只要让阎锡波在擂台上遇见来滑踢馆的小日子，那么他坚决不会让小日子喘气下擂台，要么直接打晕抬走抢救，要么就是直接打死就地掩埋。真不知道上山知晓的胆子怎么会如此之大，中国擂台就这俩人打日本人最狠，没想到还偏偏选中了他俩。当中有一个潜规则，如果你受伤啊，你就尽量不要来打比赛，因为原则上你有了一定的伤情，你怎么可能发挥出你的好的技术来呢？这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也有点不太负责任，护脚踝呢就特殊了，其实在没有什么详细的规定，只是万一你被对方拿到这个踝部的一个锁的话，这样很难逃脱，因为它摩擦力会更大。拿到阎锡波大腿的上山知晓就犹如拿到了救命稻草，一旦撒开，那么上山知晓将会陷入黑暗时刻。面对此情景，阎锡波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用拳头往上山知晓的脑袋上打。连续的打击非但没有让上山知晓知难而退，并且上山知晓这家伙还越抱越紧。就我们这边也能听到砰砰在作响啊。是。好的，这下防摔做得不错。就这样的，不着急，就这样打。两腿往后支撑，不让对手能够抱住，在这个位置进行连续的击打。对手现在在这个位置，对，这样即便是抱到了阎锡波的单腿，因为他双腿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很难发力。他在这个位置以后啊，只要这个位置以后才能有可能。经过千辛万苦，阎锡波终于拿到了优势位置。然而上山知晓还在抱着阎锡波的大腿不撒手。难道他真以为保住大腿就可以保命吗？那上山知晓也就太天真了。真要是等到阎锡波挣脱束缚之后，到那个时候上山知晓再做其他动作就没有任何用处了。但是还是很有力的一个身手啊。
连续缠斗，我们看他刚才将自己脑袋的位置从阎锡波的腹部移到了阎锡波的大腿外侧。这时候阎锡波想做一个拿背的动作吗？对，但很难。现在对手抱着这个单腿啊，对，抱的位置比较向上。对。好的，绕出来了又。这个位置，日本国旗是狗皮膏药也就算了，日本选手也像是一个狗皮膏药一样粘人，他竟然还在抱着阎锡波的大腿不撒手。看来这家伙除了保守式进攻，其他什么都不会。如要不趁早抱住阎锡波的大腿保住小命，恐怕此时的上山知晓已经被阎锡波打成了半残废。不是，踢倒，直接起跳，地面推进，裸脚，手已经进去了，对。现在你看他腿部的那个位置，他双腿啊勾住对手，才把这个。阎锡波赢得非常彻底，根本就没有任何解释和任何的废话。被打一顿之后，又被阎锡波掰断了脖子。这个场面和杨建平掰断上山知晓脖子的场面一模一样。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分别给杨建平和阎锡波打几分？